第254章砸场。大厅之中忽然出现的黑袍人影，豁然间将所有的目光都是吸引了过去。众人在略感愕然之后，旋即望着那脸色骤然阴沉的莫成，当下心中都是为那位黑袍人默哀了一下。对于颇好面子的莫成来说，在这种场合来找茬，无疑是在触摸他的逆鳞。忽然出现的黑袍人同样是让的纳兰嫣然、葛叶两人惊了一下，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认出了这位黑袍人便是今日在旅馆所遇见的那位，眉头微皱，显然这位神秘黑袍人有些来者不善。阁下是谁？目光阴冷地瞥着下方的黑袍人，莫成皱眉沉声道：你便是莫成吧？想找你问点事。黑袍下传出的声音年轻而且平缓，并未因为莫成那副预示人的表情而有所变化。今天是我莫家的喜日，还请阁下能够赏面暂歇一下，有任何事情等今日宴会完结之后再来商谈，可好？听得这年轻的声音，莫成心中倒是轻松了一口气，干枯的手掌缓缓探出衣袖，微微曲卷，狂暴的火属性斗气将掌心中凝聚着，散发着深红的光芒，将手掌映射得略微有些诡异。听着莫成这蕴含着许些森冷杀意的话语，黑袍微微抖动，里面的人似乎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片刻后，一句狂妄的让在座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话语却是轻飘飘地传了出来：赏面？你有何资格说这话？莫家虽然在东北省份势力不弱，不过说到底只是云岚宗的一条狗而已。此话一出，满厅呆滞，一道道错愕的目光望向那口出狂言的黑袍人。这家伙难道真的是想惹怒这位曾经将黑旋风强盗团杀得血流成河的屠夫吗？高台之上，听得黑袍人的语气，纳兰嫣然俏脸微变。自从他成为云岚宗的弟子后，还真的是从未听见过有谁能这般平淡地提起云岚宗。莫成死死地盯着下方的黑袍人，苍老的脸庞略微有些显得扭曲狰狞，嘴角微微抽搐着，手掌一挥，顿时大厅周围的房门猛地被踢了开来，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墨家强者杀气腾腾地冲进大厅，将黑袍人包围其中。自从老夫成为墨家大长老后，这么多年来，阁下还真的是第一个赶来墨家闹事的人。莫成语气森然的道。黑袍微微抬起，莫成似乎能够察觉到黑袍之下的那道嘲讽目光，特别是当黑袍下的话语传出之后，心中翻滚的杀意终于是忍将不住的豁然冒腾了起来。别再撂那些没劲的狠话了，你没有猜错，今天我的确是来砸场子的，墨家老杂碎。黑袍人那蕴含着许些轻笑的话语再次震慑全场。好，好，哈哈，小子有胆量！咬牙切齿的一通大笑，一股强横的气息猛地自莫成身体之内爆盛开来，衣袍呼呼鼓胀间，顿时其周身的桌椅在这股气息的压迫之下轰然爆裂。这老家伙实力倒是越来越雄厚了。感受到那缓缓弥漫大厅的压迫气势，葛叶眼中掠过一抹惊诧。葛叔，我们需要插手吗？纳兰嫣然望着那剑拔弩张的气氛，微偏过头，对着葛叶轻声道：等等吧，这黑袍人也很不简单，墨家近来也实在是嚣张的有些过头了，宗门中的一些长老已经对他们开始不满起来，这次让莫成吃点苦头，也好让他收敛一些，不然他总是觉得这加玛帝国再没有了什么强者。葛叶摇了摇头，沉吟道。感应着那自莫成体内蔓延而出的压迫气势，周围的宾客脸色皆是有些变化。几年未曾见莫成出手，没想到实力竟然是涨了这么多，恐怕至少有5星斗灵的实力了吧。这才2年多时间，这老家伙竟然提升了3星左右，真是恐怖。众人面面相觑，皆是在心中暗叹道。望着自家长老那杀意满布的脸庞，周围那些墨家强者也是紧握着武器，满脸凶光地瞪着黑袍人，浑身斗气喷薄而出，随时准备着一拥而上，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砍成一堆肉泥。我来墨家主要是为一人而来。没有理会莫成那暴涨的气势，黑袍人略微沉默，轻声道：交出你当初在石墨城抓住的那位叫做青灵的小女孩。黑袍人此话一出，莫成脸庞豁然大变，此次他没有再说任何废话，
脸色森冷的犹如一团寒冰，手掌一挥，阴恻恻地低喝道：“杀了他！”随着墨城的喝声落下，周围的那些墨家强者一声厉喝，几名斗师级别的强者迅速召唤出斗气杀衣，然后手中大刀狠狠地对着黑袍人劈砍而去。站立在原地，黑袍人并未有着任何躲闪的举动，在那十几把锋利大刀即将劈砍在身体之上时，一股森白的火焰猛地自体内暴涌而出，将之包裹而尽。吃！被斗气所包裹的锋利大刀在接触到那层诡异的森白火焰之后，仅仅是眨眼时间，竟然便是在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痴痴地化为了一滩炽热铁水。森白火焰在将大刀焚烧之后，激绿火苗窜腾而出，顿时几名倒霉的家伙在躲闪不及的情况下，便是被火苗窜上了身体。当下只听得一道轻微的闷响，几名墨家强者连一声惨叫都未曾发出，便是化为一蓬黑色灰烬洒落而下。死！几名墨家强者的惨状，大厅之内顿时响起了一连片的倒吸冷气的声音，一道道惊骇的目光盯着那站立不动的黑袍人身上，想起那森白火焰的恐怖，众人都是头皮一阵发麻。这是异火？满脸震惊地望着黑袍人，葛叶失声低呼道。纳兰嫣然俏脸之上浮现许些凝重，微微点了点精致的下巴，美眸紧紧地盯着黑袍人，道：“这人实力好强，墨家这次的确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另外一旁，那位叶家家主叶从也是被那森白火焰的恐怖害了一跳，不过紧接着眼瞳深处便是掠过一抹幸灾乐祸，显然对于墨家招惹上了这种强者，他心中也是大感爽快。阁下究竟是谁？我墨家似乎从未得罪过你，何必寻我墨家麻烦？你得知道，我墨家的后台森白火焰同样是让的墨城心中猛地沉了一下，一股不安逐渐地缭绕上心中，开口大喝：“嘿嘿，你墨家后台是云岚宗是吧？不过就算是云云今天在这里，也保不了你墨城。”黑袍人冷笑着打断了墨城的话，虽然此时的话语比先前更加狂妄，不过有了森白火焰的震慑，已经没有人敢再认为他是在口出狂言。交出青灵，否则今日血洗墨家。黑袍人缓缓踏前一步，平淡的话语中骤然间杀气凛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阁下是否太过狂妄了？你如我墨家可行，可云岚宗与云韵宗主却容不得你出言玷污。察觉到黑袍人话语间的杀气，墨城心头颤了一颤，不过他却依然是硬着脖子大义凛然地喝道：“这马屁倒是拍得好，不过我先前就说过，今日就算是云韵来了也没用。”黑袍人淡淡的笑道，脚步再次缓缓朝前一踏，骤然间身体一颤，一道能量炸响在脚下传出，黑袍人瞬间化为一道黑色光影，近乎瞬移一般出现在了墨城身后。不交，那便死吧。耳旁冰冷的轻声让得墨城眼瞳骤然缩成针孔大小，这般近乎鬼魅般的速度也使得墨城心头泛起了一股寒意。虽然心中发寒，不过墨城也算是成名的强者，当下体内斗气疯狂涌动，深红色的斗气宛如一簇红色火焰，将他的身体完全的包裹在其中。与此同时，其手掌曲卷成爪，略微有些尖锐的指甲犹如鹰爪一般狠狠地抓向黑袍人的心脏。望着那狠抓而来的干枯手掌，黑袍人冷笑了一声，拳头紧握，携带着一股凶悍无匹的劲气砸在其掌心之上。顿时随着一道咔嚓的清脆声响，墨城脸庞猛地一白，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打湿衣襟，身体也是被那股凶悍的劲气直接击飞了出去，身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最后拖出了一道将近10米左右的长长划痕，方才缓缓止住。仅仅是一个回合，那在加玛帝国东部省份名声大振的强者，竟然便是被那黑袍人犹如拍苍蝇一般随意的拍飞。这戏剧性的一幕让得大厅内的所有人目瞪口呆。虽说经过先前黑袍人的出手，众人已经大致觉得其实力不凡，然而他们却依然是没有猜到，这个不凡竟然是到了这一地步，起码5星斗灵级别的强者竟然是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这是何种恐怖的实力？斗王？
斗皇。望着那脸色惨白，几乎是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墨家大长老变成一个满身狼狈的老头，黑袍下传出淡漠的声音：“教人吧，你这是在挑衅墨家与云岚宗。”脚步有些踉跄地爬起身来，墨尘兀自强硬地道：“到了这一刻，他明显是想用云岚宗来使得这位神秘人产生忌惮。我给了你机会。”略微有些失望地叹息了一声，黑袍人脚步轻轻地朝前一跨，再度诡异地闪掠在墨尘身前，手掌豁然探出，紧紧地握住后者的脖子，微偏着头，阴冷地道：“既然你不珍惜，那便死吧。”